自从2018年 TWS 耳机这个品类进入消费者视野之后，经过5年的发展和产品迭代啊，这个市场已经基本成熟了，并且进入了整个产品力的进化周期了啊，也就是随着上游技术的成熟啊，就是大家的产品力都挺不错的了，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拉胯的产品出现了。你正在用什么耳机？可以打一波公屏。苹果时隔3年呢，发布了新的 AirPods Pro 2啊，我们之前做过详细的测评。降噪界的王者 BOSS 呢，也在最近发布了他们的新耳机。前面的华为、小米、三星也都发了啊，这都快到2022年底了，我们也挺好奇他们之间谁更强一些。这次我们集齐了7款旗舰 TWS 降噪耳机，来一场耳机的天王山之战。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参赛选手其中6款是今年发布的啊 ，AirPods Pro 2、华为 FreeBuds Pro 2、小米84 Pro 啊 ，Boss QC 啊，人这叫消噪耳塞2啊 ，OPPO Enco X2 啊，三星的82 Pro， 还有一款去年的 TWS 降噪王者索尼的WF-1000X-M4 啊，要注意一下这些产品的价格都是不同的啊，所以啊大家弱化对比，着重看自己关心的型号即可。ID 设计方面啊，我们先问一下大家，咱们除开价格啊，就把这些全部摊在桌子上，单看外观 ID， 把你喜欢的编号打在公屏上。苹果还是老样子，耳机盒上加了个扬声器，然后加了一个挂绳孔啊，耳机还是豌豆射手的造型。华为的这个蓝色其实还挺好看的，也是上代设计语言平直琴键设计不过这个耳机柄到腔体的过渡比上代其实更圆滑了一些。小米采用了镜面与哑光塑料拼接而成大开口的设计，这盒子容易拿耳机，也比较容易清理。OPPO 则是白色小香皂，漆面和苹果类似，本体也比较小巧。三星类肤质方方正正小盒子，很讨喜啊，女生一般感觉很可爱。这体积相比上一代也缩小了一些。BOSS 的耳机盒比上代小了不少，但是它还是7款里面最大的。注意啊，2299，它也是这次最贵的耳机。这盒子摸上去是亲肤的材质啊，挺不错。耳机本体比上代小一些，但还是很大啊。不过再大也没有索尼大啊。索尼的耳机点缀了一个金色的外窥麦克风保护罩啊，挺好看的。盒子的磨砂质地也挺有手感啊。下面咱们着重来聊一下舒适度。由于都是降噪耳机，所以基本上都采用了入耳式的设计。但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入耳式啊。我们工作室就有一小姐姐完全接受不了啊，带不进去入耳式啊。有同样接受不了入耳式的，可以评论一下你接受不了的原因。影响舒适度的关键因素1，重量啊，只有 OPPO 的单只耳机没有超过5克，其余6款啊均超过了5克。BOSS 和索尼甚至来到了7克啊。在以前专题视频中我们也讲过，耳机的重量啊、腔体的尺寸、硅胶塞的柔软度都会影响到佩戴的舒适度。总之，在这个寸克寸金的耳朵上，能轻一点是一点，能小一点是一点啊，哪怕1克1毫米。影响舒适度的关键因素2，体积。每个人的耳朵多少都有不同，我们这次找了15位小伙伴依次试戴啊，每个人从7款耳机中选出3款自己认为最舒服的，最终投票结果如下。票数最多的果然是最轻巧的 OPPO 啊，13票，其次是苹果、华为、三星，分别是10票、9票、8票。三星这次耳机腔体小了许多，相较于前代腔体前端也没有那么突出了，在舒适度和稳固性上提升明显。最短的导管很讨巧的用了一套又大又软的耳塞，在外耳道找到了受力点啊。再就是小米和 BOSS 啊，分别是3票和2票。这小米稍显意外，我们专门采访了一下啊，基本都说这小米和华为其实佩戴感觉差不太多，但是小米这种磨砂的材质在耳甲腔中戴起来的感觉始终有点奇怪啊，这个可能有主观因素在里面啊。而这 BOSS 就很直接了，普遍都觉得啊这家伙太重了，单耳7克啊。其实我自己主观觉得还 OK 啊。这个肯定是不如轻巧的那些，不过有稳固环的加持，重量比较分散啊。但如果女生，我觉得还是算了。什么？你说还没说索尼呢？索尼0票啊，意料之中了，它腔体最大，这侵入感强，也就是说那种捅你耳朵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这就让你感觉整个耳朵被结结实实的填满了。对于耳廓较小的小伙伴，属实不友好。当然，根据耳朵的不同，体验也挺主观的啊。对于侵入感的敏感度，大家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尽量将这些体验给数据量化，希望能为大家的选购做出一些帮助。总结一句就是，其他还好，但是 BOSS 跟索尼这俩耳朵小的，还有女生啊，一定要试戴之后再决定。随着厂
厂商们降噪实力的增强，这耳压的问题近来也是愈发明显。我们这次单独讲一下，到底为什么降噪耳机会让你产生压迫感呢？先说结论啊，现阶段科学分析的结果主要是因为2个因素，一个是声波反向相消之后，耳道内空气的内能增大啊，使得这部分空气有膨胀的趋势；二是主动降噪只是将人耳可以听到的20赫兹到2万赫兹频率的大部分声音都消去了，此时小于20赫兹的次声波和高于2万赫兹的超声波它仍然存在的啊。这部分次声波人耳虽然听不到，但是它却可以使人产生紧张压抑的情绪。通常我们认为降噪能力越强，耳压越大。有的小伙伴戴上开启的降噪耳机之后，甚至会感觉到想吐或者说眩晕的感觉。有相同体验的可以扣波1，建议你还是老老实的买一个非入耳式的耳机。但其实现在各家呢也都有针对耳压做出一些优化就比如华为的前后深腔导通设计苹果的通气系统等。但是具体耳压的大小我们没办法让你在视频里边感知到于是我们这个环节又让15位小伙伴在全部开启强降噪的情况下，让他们投票选出耳压相对较小的3款，结果如下。这次三星拔得头筹票数最多来到了11票很多小伙伴都觉得三星在开启降噪之后，这耳压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OPPO 次之我觉得这可能是得益于它舒适度最高的因素。剩下几家每个人体验各不相同，但总体上相差不大。不过只要有降噪耳压这事儿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你特别敏感耳压，可以参考这个表格，专门去线下试戴。耳压的大小和降噪效果是否成正比呢？我们直接来听实录。那在此之前，我们要说明一下由于 BOSS 呢有耳内声场调教，会根据你的耳道结构自动优化耳内声场，来达到最合适你自己的消噪性能。所以你实际听到的降噪效果可能会有偏差。当然，你也可以在公屏上打出你认为不错的那一款。现在列车大约晚点38分，有在信线下。根据10几个人的实测我可以先告诉你BOSS 单论降噪确实是最强的但肯定有小伙伴这时候打问号了这听起来的效果也不咋地这是因为现在的人头麦并没有人的这种耳道设计，所以你听到的其实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效果，就是我听完了带到人头麦上去录制，但它并不是最适合人头麦的降噪效果。BOSS 实际效果确实可以，主观上苹果排第2我自己觉得和 BOSS 其实相差不大，这个中高频的部分表现也不错。之前我们百问频道出过单独深测，你可以去看看。现在列车大约晚点38分，有在信线下。索尼则是低频处理得很干净。现在列车大约晚点38分，有在信线下。宣传47dB 的华为和48dB 的小米，这两者的降噪表现都还可以但是并没有达到我心里对于47、48的预期。现在列车大约晚点38分，有在信线下。三星对于低频部分的降噪还不错，但是在底噪控制上要欠缺了一些。宣传45dB 降噪的 OPPO 在中低频体验还 OK， 但是在高频部分照其他家要差一些。
我们同样让15位小伙伴又体验了降噪，从投票结果的分布上来看，确实也和我自己的体验差不太多。Boss 针对每个人进行优化降噪啊，这个能力也确实有点东西啊，拔得头筹啊。苹果13票也几乎满票了。稍微有点意外的是索尼啊，只有6票啊，这和我们之前的这个主观体验差异相对较大一些，它甚至比华为还少了1票。专门询问了一下这15位小伙伴，原因竟然是索尼这个腔体实在太大了，我们这次体验之中有几位小伙伴实在很难将它戴好，导致降噪表现不佳。这也算是侧面印证了耳机的设计舒适性啊，它有多重要吧。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降噪的意义啊，它并不是要你隔绝所有的外部噪音啊，而是让你能在嘈杂的环境中以更小的声音听清耳朵里面的声音啊，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啊，不是让你用这个耳机发出更大的声音去盖住外部的噪音，因为大音量真的很损伤听力，长期损伤还很可能是不可逆的。耳机都是搭配手机进行使用的，那就自然离不开一个功能，通话降噪。这里的优化重点自然就是为通话对象提供清晰的语音效果，通勤、办公、电话会议等等场景啊，使用 TWS 耳机越来越多，通话降噪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厂商也都宣传了，比如华为的 DNN 通话降噪，小米的古声纹通话降噪。咱们不看广告，看疗效。通话降噪录音全部通过通话界面内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小白测评2022索尼耳机通话降噪测试，1、2、3。这里是小白测评2022苹果耳机通话降噪测试，1、2、3。这里是小白测评2022三星耳机通话降噪测试，1、2、3。主观觉得这个环节索尼的人声最清晰啊，背景噪音消除表现是最好的，当然前提是你得把它戴好了啊。这里是小白测评2022华为耳机通话降噪测试，1、2、3。这里是小白测评2022 OPPO 耳机通话降噪测试，1、2、3。这里是小白测评2022小米耳机通话降噪测试，1、2、3。这里是小白测评2022 BOSS 耳机通话降噪测试，1、2、3。除了 BOSS 人声偏小啊，总体来说每款耳机的表现还 OK， 毕竟都是旗舰款了。在通话时，对方基本都能听清你说话的声音，同时周围的噪音也得到了较好的消除。在上期耳机专题中，就有小伙伴问我们啊，在我跑步的时候、开敞篷跑车的时候，戴着降噪耳机，总是会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啊，这是什么原因啊？这就涉及到了下一个优化重点——风噪。先来了解一下风噪是如何产生的。这降噪是利用反向声波来抵消，而当外面有一阵风吹过时，就会导致外置麦克风它会出现震动，这麦克风就会将这些震动给识别成噪音，但这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听到噪音啊，其实就是风嘛。但耳机它并不知道，它就依然会把这个用来抵消的声波反向给你播出来，这时候就产生了我们俗称的风噪。现阶段主流的降噪耳机都有自己的抗风噪算法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降噪。在开启降噪后，苹果的风噪立即得到了降低啊。降噪开。这个环节 OPPO 表现要弱一些，索尼在开启降噪之后需要打开一下抗风噪模式，这风噪才会降低。相对来说，三星和 BOSS 对风噪的优化就没那么明显了啊，还能听见呼呼的声音。这2299的 BOSS 属实不应该啊。在这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前面我们是开玩笑啊，你在开车或者说骑车的时候，这个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不要开启降噪，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安全驾驶。随着 TWS 耳机的普及，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他习惯戴着耳机工作生活了，就是用不用得上都戴着啊，它确实方便了不少啊，是这样做的小伙伴自觉扣一，但时间久了啊，难
难免会造成一些伤害啊，因为耳朵也受不了啊，你得让它歇一歇啊。最新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啊，目前全球1/5的人有听力受损的情况啊，听力受损影响全球超过15亿的人。有些损伤可能你现在没感觉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说到老的时候啊，这个更容易显现出来了。人们现在使用耳机的场合多种多样，很容易不自觉的就把这音量调大啊。就比如说你从办公室然后走到路边的时候，你本能的就会是吧按打2下啊，这就是导致听力受损的重要原因。它会在你不自觉的情况下啊受到伤害。降噪耳机发明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耳朵啊，抵消噪音，不用调得很大，你也能听清声音。我们前面说了不少啊，怎么样做才能降低对耳朵的损伤呢？其实很简单，注意听啊，你自己都可以做一个小实验啊。你现在找一个很安静的房间，或者说啊，等今天晚上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打开你常听的音乐，然后把这个音乐从小到大慢慢往上调，在安静的环境下一直调到你感觉哎呀这吵得有点难受了啊，你就马上停止，然后记下这个位置的音值啊，作为你日后使用音频设备的上限。日后在使用耳机的时候，这就是你的红线了，什么时候都尽量不要超过它啊。单次佩戴耳机最好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啊，适当的给耳朵一休息。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一定得重视起来。相对于降噪，与之对应的就是通透模式。降噪阻止外部声音，让你听得更加专注，但是由于戴上耳机堵住耳朵，本身就是一个被动降噪的过程，那所以通透模式就是在你不用取下耳机的情况下，就能直接听到外界的声音。先问一下大家啊，你平时会用到通透模式吗？用的扣分1啊。各家的通透模式，我们来听实录。张麻子，对，张麻子，张麻子，对，张麻子。那么这个张麻子是跟我们有关系呢，还是跟钱有关系啊？都有关系。哦，莫非他在鹅城？在。也不在。老爷这话还挺有玄机。这小子到底在哪儿呢？听黄爷给咱们聊聊。此人盘踞鹅城，周边交通咽喉，明白吗？不明白。我是做什么生意的？明白吗？不明白。小半个民国的烟土，都是黄老爷您在贩卖。错，我不过是给刘都督当跑腿的。而且只是其中一条腿。这个环节其实只有苹果和其他啊，这个苹果几乎就是默秒全，虽然也有底噪啊，但是相对于其他家这个控制上也好上不少，周围的环境也更加清爽。你再注意听一下。张麻子，对，张麻子。那么这个张麻子是跟我们有关系呢，还是跟钱有关系啊？都有关系。哦，莫非他在鹅城？在。主要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在摘下耳机和佩戴并开启通透模式状态下，这几乎可以做到无缝衔接。而其他耳机虽然也能够听到周围的环境声啊，但是你总感觉这个声音好像是隔了一层纸一层纱，这没有苹果那么清爽。下一个环节极其主观的音质，先来看看各家蓝牙版编码格式。苹果和 BOSS 还是 AAC 格式，华为、OPPO、索尼最高支持 LDAC 格式，小米连接自家手机可以支持到 LHDC 4.0， 三星连接自家手机则有一个它自己的音频解码格式叫 SSC。在空间音频上啊，除了苹果以外，是三星、华为、小米、索尼啊这4款耳机都支持了类似功能啊，只是目前来说，空间音频我们主观体验感觉都不算很好啊，大家基本上都是开的混响和音效，然后做头部追踪。简单来说，就是你头往左转，右边耳机响；你头往右转，左边耳机响，而且效果也不是很稳定。仅仅听歌来说啊，我建议你还是关掉，听起来更舒服。真正能体验空间音频的，还是得看杜比世界这种格式的电影或者第一人称视角的游戏。目前来说，在手机上的场景比较局限啊，这期我们不详细展开了。关于细节体验方面，我们也罗列了以下6个关键点啊，我们就只说典型的案例。耳机拿取上 BOSS 和索尼是最不方便的，在佩戴环节中，好几位工作室的小伙伴都抱怨这 BOSS 不太好拿，需要调整角度才能取出，而索尼则是机身比较圆滑，耳机与耳机盒之间的磁力又比较强啊，相对难拿。配对方式上，主流耳机盒上都有一个用于专门配对的实体按键啊，你长按就直接重新配对了，很方便。非主流的呢，这次有俩，我只能找补一句说，他们的产品经理是不是觉得这配对是一个低频事件，所以没有必要做一个按键？三星你需要打开耳机，同时按住2个耳机啊，才能重新配对。
索尼则是需要将耳机戴在耳朵上，保持一休哥的姿势长达10几秒才能重新配对。在充电方面呢，只有 BOSS 不支持无线充电啊，看来这2299都划在降噪上了啊。其他6款均支持无线充。续航方面啊，官方显示在开启降噪条件下 ，OPPO、华为单次4小时，小米和三星5小时，苹果、BOSS、索尼啊单次6个小时。BOSS 和索尼个头都大嘛，这苹果的体积能效比啊就显得比较高了。耳机上的操作体验，这7款各有特点啊，有点按的，有按压的，有触摸的。华为、小米、OPPO、苹果都可以通过捏耳机柄进行降噪通透的切换啊，它们有明确的操作点和反馈。而像索尼、三星和 BOSS 这样在耳机腔体上的操作区域啊，在佩戴时不仅会容易误触，在你触摸的时候也会额外给耳朵造成负担。BOSS 还有一点啊，着重需要吐槽一下，都已经2022年了，这个旗舰款竟然还区分主副耳。当你把右耳放进耳机盒时，左耳会直接断连。注意是断连，不是暂停啊，断连。在设备切换上，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有很多人都不止一台设备。苹果和三星的自动切换是里面最好用的啊，只要用同一个账号登录的设备都能够直接无缝切换。华为在鸿蒙3.0的设备里边可以做到多设备连接，小米可以同时支持连接2台设备。OK， 我们的主观购买建议啊，肯定还是你用哪家的手机就用哪家的耳机啊，这不废话吗？但如果你没所谓的话，在1000元价位段啊，如果你对舒适度或者耳压要求比较高的话，这个 OPPO 和三星值得考虑。如果对降噪要求比较高，对舒适度呢没那么在意啊，或者说耳朵比较大的，看看降价之后的索尼。如果想要均衡一点的话呢，可以看看华为和小米。在2000元价位段啊，这苹果自然就没得说了。这个安卓似乎就只能选 BOSS 了啊。不过作为本次最贵的这个耳机啊 ，BOSS 为了降噪这一个点牺牲的确实也很多啊。前面都讲了，主观并不是特别推荐。记住啊，去线下实际体验一下，适合你自己耳朵的才是最好的。OK 啊，这一期聊了很多啊，这个如果觉得本期片子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啊，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